在想什么？是你想事情太入迷，都忘了我还在店里。怎么了？有什么烦恼的事情？要不告诉我，我来帮你想想。那你最近这几天忙不忙？居然是忙着办公。我还以为女朋友是在忙着准备给我过生日，没想到，我还是输给了工作。我就说嘛，你怎么会忘了我？那，你今年做了什么准备吗？因为我也很期待啊。虽然只要是你为我准备的，我都会喜欢。但这是我们成为恋人后的第一个生日，会特别一点吧。笑得这么开心，是不是偷偷给我准备了什么好东西啊？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只能耐心等到生日那天了。听上去像是我们以前写的命题作文。啊，哦，我的意思是，听上去一定会很难忘。这个生日一定会很精彩。
好好好，我不看。我准备好了。这是……原来之前我们去买材料是为了这里。好漂亮，我从来没想过它还可以变成这个样子。这种粗活下次不要自己去做了，交给我。怎么突然关灯了？以前我们也是这样，看着天花板，假想着那里有个奇幻王国。好看，而且很浪漫。真没想到它是这个用处，还是在这里。我开始担心在你生日的时候该怎么办了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到时候别不认账。这里是古街区，那今天肯定是来参观景点的。啊，我居然说错了吗？难不成是来了解以前的婚嫁习俗？好了好了，不捉弄你了，一切听从你的安排。这是以前那条街上那个老奶奶做的味道。她不是在我们上中学之后就搬走了吗？怎么会？难道他们是亲戚？可他们一点都不像啊。傻瓜，你吃坏肚子怎么办？下次可不能这样了。我懂，我都懂。为了喜欢的人做事，当然不是傻瓜。但是，你得答应我，下次让我做你的试吃员。我的食量你可是见过的，绝对没问题。
下面，同学们可以自由讨论这个案情。我们休息10分钟再继续。怎么会？我觉得很有趣啊。虽然我也接触过不少法律知识，但是这样正式的法学专业课更有意思。没有啦，我只是有一点点没理解陈教授说的条款。只有一点点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突然想带我来上课啊？虽然感觉要背的条例很多，但是分析委托和庭辩的部分很有挑战性，我喜欢。更重要的是能和你做一回大学同桌。既然你这么认真，我也要做个好学生。刚才教授说的案件你怎么看？想什么呢？同学们，时间到了，我邀请几位来说说自己的看法吧。你看，嘿，这位同学，上课开小差哦，被我抓到了。不行，你送给我就是我的了。是啊，这就是摄影的魅力吧。安妮·温斯顿的经历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。她默默无闻地做了几10年的护工，却保留了数万张底片。没有炽热的情感，是无法坚持一生的。我们说不定就是其中之一。今天的摄影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难得见你看展的时候还特意带上纸笔。学习？你打算改行做摄影师啊？都挺不错的。你怎么突然对相片的排列形式这么感兴趣了？我觉得一开始那种组合比较合适，充满着生活气息，
感觉和家里的布置相称，也很适合我们俩。你说，我们以后要住在一起。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，但我从现在就开始期待起来了。我相信，我们也会有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。一定会。让我们一起把家里变得更温馨吧。要不是我及时调整了方向，怕是到现在都还在原地打转。真的吗？需要帮忙就说一声哦，我不介意。哎，小心，你先坐稳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，不然就成落汤鸡了。不是你的问题，我查了一下，这艘天鹅船是特殊型号，操作方式和普通的船不太一样。你看，这中间还有个辅助方位的拉杆，应该是为了在方位调整上能有更细微的差别。这种船一般人不多练个几次，很难一个人控制住的。看来还是需要像以前一样，由我来指挥啊。我控制方向，然后我们一起慢慢往前踩，怎么样？说的也是，小时候我们想自己坐船，大人们都不同意。现在长大了，那今天是来弥补以前的遗憾吗？我知道了，天鹅是天鹅属的鸟类，在动物界保持着一种稀有的终身伴侣制。不论是取食或是休息，都是成双成对。所以在人类的价值观里，天鹅也象征着忠诚与永恒的爱情。你是想告诉我，我们之间就像天鹅一样，对不对？
我也是第一次在这里见到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公园里有一个神秘传说哦。坐着天鹅船的时候，遇见天鹅，就会得到天鹅的祝福。如果见到天鹅的是一对恋人的话，这对恋人就会在未来相伴一生。当然是真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一定是的，我们获得了天鹅的认证，是忠诚而永恒的伴侣。来，张嘴。啊，现在就是2只花猫了。小花猫只有一边有胡须怎么行啊？另一边也应该有。哎，不许耍赖，不然我可不知道剩下的蛋糕都会出现在哪儿。等一下。哦，是奶油，奶油沾上去了，我就……那个，我洗把脸。谢谢你。这是你做的。除了平安，红绳还意味着和我许下一生一世的约定。我之前也想过做些什么，
作为恋爱纪念物送给你。看来我们想一块儿去了。那么，你愿意和我许下这一生一世的约定吗？你我的华生，我的恋人，你就是我的未来。